刚开装几乎把所有的涂装都给你，而且肩甲还有腿甲这也不用自己拼装，然后再附带上2个其他形态，一张设置1个纪念币，1张到手，你觉得性价比如何呢？哎，帅哥，给个3连呗！哎，精图版的地方出货之后，我发现这一个刑天的套装呢，竟然降到了只比它贵10块钱的程度，那么这个就显得好香啊，毕竟多2个角色呢。然后我就入了一盒，用了券之后，平均一个33块钱，还是蛮香的嘞。这个包装盒做的也是蛮精致的，最上面还有一层封膜，让我提前撕掉了。估计就是因为是15周年纪念的礼盒吧，所以说才做的这么精致。你看这个包装盒还是炫彩的。然后看一下侧面、背面，就是说这一盒里面包括了这么3个角色。然后盒子设计是像那个手机盒一样。然后注意一下，它呢是4周都有这个圆形的胶带，你需要把它给切开才能打开。打开外盒之后，可以发现里面第一个是一个超级大的刑天的设置。上面有一个15周年的烫金文字，然后毕竟是礼盒嘛，所以说只给了你1张说明书，这个倒是用不到，因为它这个是基本上全都拼好了，也就是头、腰带、胸啥的。然后最上面呢就是精图版的刑天是几乎全涂装，当然还是有小细节偷色的。然后底下呢就是暗黑刑天，还有这一个战神刑天。盒子的侧面是铠甲勇士的炫彩文字，然后正面呢就是这么一个 logo。比起开装第2弹的盒子呢，有了一种奢侈的感觉，不过就是图案很简陋，对吧？不过这炫彩的涂装确实是蛮好看的。首先第一盒是这一个精图版的刑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分件呢是给你放到了悉数里面，显得有一些高级了。而战神刑天和黑暗刑天呢是和普通版的是一样的，就是分成了3包零件，悉数没有。然后就是涂装涂色程度也是和普通版一样。不过比起第1、2弹之前的产品呢是要强了很多。可以看到呢，它是把肩甲还有这个小腿给你安好了，因为这2个地方特别第1弹真是特别的难安装。而武器呢虽然说也是任何分色没有，但是给你涂上了金属色的涂装，比之前的那个橙红色的质感要好了太多。而黑暗刑天这一盒里面呢，除了它的玩具本体之外呢，还有1枚纪念硬币。开盒的时候小心一点，别被吓一跳。哦，对不起，纠正一下，刚才说错名字是叫暗黑刑天。至于这一盒的主角明明是这一个普通版的刑天，而给的纪念币呢却是暗黑刑天，那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了。暗黑刑天和战神刑天是2个不用大力金刚指也能比较轻松的安装好，但是普通的精图版刑天呢，真的是组合度地狱呀！头部还有腰带后面真的是特别难安。特别是后方的腰带，我是用钳子把装全都给剪细了一大圈才能够安进去。本来6分钟就能拼好的事情，结果因为这个腰带实在是难装难拆，所以说花了半个小时才弄完。考虑到这是一个只有11厘米高的玩具，所以说它的涂装呢很难做到很好。但是呢，没想到它竟然把涂装做的这么离谱的差。当然你也不要说什么不如自己涂，毕竟你想一下，他们小臂上以及暗黑刑天身上的这些遗印呢，你是自己涂不了的。重量方面呢，你别看它小，但是有着足足25克。而它们可以荧光的地方呢，仅仅是这一个普通刑天的胸甲沟壑处，以及这一个战神刑天的整个白色。然后造型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刑天和战神刑天比呢，就是胸甲以及这一个头，还有这个腰带的盘不一样，其他的都是一样的。而它们2个不一样的地方也仅仅是头而已。看到它更复杂一些，因为它身上还有很多的遗印，胸口的涂装也是给的更多。说到涂装的话，也是挺无语的，无论是精图还是普通版的，它都是只要是涂装的话，就是给你金属色，所以说它的浑身都是金属红的涂装。这样的话，普通红和金属红一对比下来，你就会发现真的是表现的质感差异还是特别大的。而且它正是因为用了金属红，所以说也是完全不还原，并且呢，头上的这2个角实在是张开的角度太小了，看着像是脑袋被夹扁了一样。而且呢，它这个全涂装还做了使意涂。来，我们稍微侧一点看，就能看到这离谱的红色层漆还没涂够。脑门上呢，左边是涂的没问题，但是右边呢，你看涂成什么熊样子了？我操，垃圾场子！背面还撑上一堆脏东西，看着像胶水一样。偷色的话，当然到处都是喽，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嘴巴上的涂装，不过它这些细节倒是给你了，倒是毫不涩。而这一个战神刑天的涂装，因为比这一个精致版要少了很多，所以说基本上没什么中奖。也就是这一个右肩甲的红色呢是涂不够，然后膝盖上2处红色呢都是涂歪了。暗黑刑天也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黑色和紫色的色差比较小，所以说看得不明显。然后注意一下，它浑身这些漂亮的紫色呢，并不全都是涂装，虽然说看得很像，但是你看这水纹就暴露了吧，特别明显的水纹，很明显就是橙银色嘛，脚也是。然后这一个普通刑天有一个特别致命的问题，就是说呢，它这些黑色都是橙银色，然后上了消光嘛，毕竟是全涂装。但是你看它这些分色涂出来的黑色呢，就不是橙银色的这些涂装黑色，全都是没有上消光。所以说橙银色和涂装的这一个黑色质感真是差的特别多，毕竟一个消光一个亮光。我去，真不知道奥利出版是怎么想的。最明显的就是这一个膝盖嘛，不过还好这些都是背面，正面呢露出来的地方就是这一个小臂。然后我们来讲一个笑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刑天，这个是精图版的话，它会写一个还原形象涂装无需贴纸，这个没问题。但是这2个呢也是写了无需贴纸，是吧？那么问题来了，刑天标志性的这一个小臂遗印呢，他们2个是没有给的，因为只有精图版才会给你做出来这一个遗印。你不给印上，你好歹给一个贴纸让我们自己贴呀，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自己手涂，对吧？
而且呢，暗黑刑天它这一个肩甲上这个黑色部分呢，也是有一大片的阴影的，就是花纹，像这一个胸甲上的花纹一样，它呢也没有给你印出来。这样的话，那我怎么自己手涂还原呢？根本不现实，好吧？而且呢，你还好意思说是还原形象涂装？你看一下，它这个金属红就已经是不还原了，对吧？非净土版这些银色呢，全都是成型色。你看这成型色和涂装银的质感真是差特别多。除了胸口那一块呢，这一个战神刑天的所有银色都是成型色。虽然说这一个暗黑刑天的成型色倒是和涂装非常接近，但是呢，这是一个非暗的角色，所以说想参考配色的话，只能看一下设定图，可以看到和设定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你看它这些紫色地方呢，其实都是红色或者是黑色，结果它呢浑身哪里都是紫色。而且和它搭配的武器也不对啊，这个武器很明显是简易刑天的嘛，怎么可能是暗黑刑天的？暗黑刑天的明明是和天雷剑差不多，而且它这一个配色也是更加接近于简易刑天一些。我也真的是服了呀，无论是涂装、造型、品控什么的，都是不能尽人意。而可动方面呢，就不多赘述了，因为和我们之前看的这一个修罗呢是同素体嘛，所以说可动也是一样的。而关节把玩手感方面呢，可以放心，绝对不会像它一样松松垮垮的，反而还紧的有些难掰，特别是这个大腿根呢，我是拆开之后掰的才能掰动。浑身没有一处关节是松垮的，如果说你的松的话，那八成是中奖了。这玩意儿品控这么差，出现什么样的中奖都不意外，对吧？配件方面呢，首先就是从第一弹延续下来的，都在用的这一个支架嘛，这里是放武器的，这里是放角色的，然后这底下呢是可以收纳手型，注意是除了手型之外，别的都不能收纳，因为放不下去，这个空间特别的闭眼。这三个角色的手型都是一样的，一对五指放松手，加上一对这个斜着拿的武器握持手。普通刑天的武器呢是给了两把，一把火星剑，一把火星枪。可以看到呢，正面涂装是都有给出来，剑上的文字呢都是浮雕，而且呢也是做出了分色。离近了也能看到两把武器的漆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大中奖。武器的背面呢也是没有透射的，只不过为了连接那一个支架嘛，所以说会这么两个洞，特别的丑。然后搞笑的是，战神刑天的配件呢比起普通刑天还多了一个，明明一个是普通版，一个是精致版，结果呢精致版竟然还是配件更少一些。更搞笑的是，这一套玩具的平车剑的话是，比起我们这一个大货呢，是多了一个这个闭合状态的天雷剑。它的三个配件呢，倒是不用担心涂装翻车了，毕竟它只给了涂装，没有给分色，倒是这些细节都有还出来。虽然说不还原，但是金属色的质感还是不错的，对吧？补色的话费劲儿，你不补色也不能看。虽然普通刑天并没有给电光机有一些遗憾，不过还好这个战神刑天给了，而且呢还能合体，就是特别的松。而且还不能够插到底，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套装里面的玩具嘛，所以说也懒得计较，把它们拆在不同角色里了。暗黑刑天的配件的话，就是这么一把剑，还有这个同款的火星杖。不过它的小臂底部分呢，可以看到是有做出分色的。装在火星杖的时候，这两个倒是好说，小臂比较好拔下来。而这个战神刑天的小臂特别近，我泡了开水之后才能把它拔下来。然后装这两个替换件的时候还插不进去，组合度特别烂。装载之前必须要对这些替换件进行扩孔处理。然后就是它的这一把剑呢，造型是特别炫酷的，就是它这个剑刃实在是好钝呀。然后它这里还有几个是插卡的细节。然后就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下，火星掌还有电光机呢是不能够放到这个收纳盒里面的，而且专门收纳武器的这两个连接件呢也是不能够和它们两个相连接的，也就是说它们两个不用的话是没有地方放的。哎，看完这一套质量真的是不敢恭维啊！你看它附带的这个设置呢也是边框不对齐，就蛮离谱的。想必这一个礼盒里面能看的东西仅仅是这么一枚纪念币，加上那一个包装的盒子吧。既然它带一个合金硬币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一套呢当成合金成品算了。好的，以上就这一套净土刑天纪念礼盒的情况了。正如大家所见，质量是特别拉垮的，根本不走心，对吧？但是呢，它横向对比其他的版本的那些改装的话，仿佛性价比又是最高的，所以说还是入手了。最后的一个问题，补色的话，这两个倒是好说，对吧？这一个因为和那一个它设定的是完全不相关的配色，所以说呢，这一个补色的话就自己 DIY 得了。